下面要上场的小齐，听听这人气。节目现在的 slogan 叫"明人不说暗话"，对不对？素人可以，而且素人说出来的更难听。所以小齐，我们反复请，整个的这期节目小齐来了6次，但是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，就有点像另外一位范志毅老师啊，开始说话越来越软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逐渐开始名人化的小齐。哎，各位好，我是小齐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又来了啊。哎呀，现在谢谢6期了，朋友们，我这6期我感觉我做实了，我没素质。尤其你就看今天这个阵容嘉宾，我感觉就是把各行各业转行到娱乐圈的这些优秀员工全请来了。比如我代表美容美发行业，宝哥村民啊，然后豆哥厨子，再还有健身教练、车间女工。鸡排哥小摊贩，杨迪小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您曾经是，现在我是小丑，你是大丑。我感觉这些人都能整出一个产业链来，你懂吗？就是宝哥养鸡，毛豆杀，鸡排哥炸完，杨迪卖给我。刘畊宏老师说不要吃这些垃圾食品。而且今天这还好啊，有早安老师又来 rapper 了。早安呐，我很早就想吐槽你了。他一早跟2万，不知道你们认识不？有一个组合叫 Round Two， 我当时就觉得他拖累我家哥哥2万，因为他词写的太差了，你懂吗？2万虽然也是像我一样中专毕业的，但那个词写的太好了。同首歌你们听过，来点纯正的味儿，1966这都是，偶尔也有坏习惯，我爱拿生命做投掷。我这个中专生一看文学，你知道那早安的部分第一句都是周杰伦写的，第一句是我一拳打开了天，化身为龙，第二句自己写的，你就看，哎呀，看看这拳打到你脸上有多疼啊。在这么优秀的词后面写这句词，这打的不是你的脸吗？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前一句听的还是龙拳，后一句我感觉全聋了。就好像我写一首诗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来财。那也不错。他一首麒麟火了，把搭档抛弃单飞了。我一听他的歌就像麒麟，我听着都是就像郭麒麟。早安老师很不容易，他当时为了火出演过《俺娘甜小草》，真的，他当时很努力，不止一边出演乡村剧，还要一边打线下的那种说唱比赛。怎么讲？他的生活就是晚上地下8英里，白天下地8苞米。很辛苦，真的。但是早安老师就上过学，也就跟别的 rapper 不一样，喜欢炫耀文化。他最开始叫 MC 早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读，还是读 MC 早。早。然后大家问的说为什么叫早，他的答案是什么？因为喜欢鲁迅。鲁迅当时在课桌上刻早的时候，不知道给他起名呢啊。问他为什么喜欢鲁迅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因为觉得鲁迅是最厉害的 rapper。 不太敢苟同哥哥啊，因为觉得你把一个大文学家拉到这文化的层次上，鲁迅也会生气的。你怎么不说秦始皇是最好的 rapper？ 跟你多像啊，就喜欢把这些文化人往坑里推啊。哎呀，刘畊宏老师啊，周杰伦最差的作品。
但其实跟红哥哥挺苦恼的。他说过，他不想只是成为周杰伦的朋友，他甚至曾经就是不想靠周杰伦做音乐了，所以现在用周杰伦的歌做操。我特别喜欢那个跟红哥哥的直播间，因为在里面啊，听周杰伦的歌免费，甚至那个就是《本草纲目》不火了嘛，火了之后采访的时候说想收周杰伦版权，倒反天罡的啊，反向收版权。那周杰伦向谁收版权？李时珍呢？这就跟小宝老师说王嘉尔的脸侵权有什么区别？跟红老师真是一个健身狂魔，你知道，曾经就是跟周杰伦在国外巡演，坐公交车，大家坐的好好的，他就突然，旁边人老外吓坏了，那周杰伦保镖干啥呢？问他为啥，说是为了告诉外国人，打破他们刻板印象，展示亚洲人也有壮的。你那展示的不是亚洲人也有莽撞的吗？你公交车上不应该展示亚洲人讲文明礼貌吗？你展示壮，你可以下车跑。哎呀，还有杨迪老师，很亲切，因为我发现他有很多思维，跟我二舅一样，就是好像轻信那种公众号，真的很怪，你知道吗？从来不用充电宝，因为觉得充电宝里的电是假电。对啊，只有墙上的插座是真电。哥，我中专我没学过这种知识点啊。不，电也分真假吗？那是不是还有高仿电呢？有。你那假电充着会怎么样？那假电充完了开胶啊。来这儿特别担心，就一看这机器人，不知道这么关心电，说这机器人得多耗电呢。不用担心，它耗的这也是假电，它不是真耗电，它是假耗。哎，对，然后宝哥，其实我感觉宝哥跟鸡排哥挺像的，是不是挺像的？都很黑瘦，然后有自己的幽默。然后宝哥其实最开始是小商贩，是别人逼着他唱二人转，然后才成为大明星的。我觉得如果当时没有人逼着宝哥唱二人转，现在火的鸡排哥可能是这样的：把袋拿好了，损色。我叫我的顾客不要排队了，可他们非是不听呢。就排队，就排队，就排队。哎呀，鸡排哥，我觉得鸡排哥真的很好，还给我们中专生便宜1块钱，真的不像某个餐饮店只给大学生打折。哥，我决定，我今年过生日去你的鸡排摊，我们跟所有的火锅说拜拜。最荒谬的，终于到你那有个机器人。真的，朋友们，我最开始以为他是赞助呢，我以为他是蚝油瓶子呢，后来知道他有劳务，没劳务比我多。你拿劳务，你倒是讲脱口秀啊。你在那儿在，电动车都比你有用。你拿上劳务了，你闻过花香吗？你看过天空的颜色吗？有人爱你，情愿为你去死吗？知道多少演员想坐你这个位置吗？你还拿上劳务了？给你买1等座了吗？你个快递发过来的。
真的，我现在不在工厂装你，你跑这跟我装上了。哎，而且他居然有名字，朋友们，他叫罗伯特。你是微博员工啊？罗伯特，这世界怎么了？机器人有名字，而今天鸡排哥。今天唯一一个用作品命名的人啊，我们没人叫早安麒麟哥吧？没有人叫宝哥相亲哥，没有人叫刘畊宏周杰伦哥。所以我想说，他不只是鸡排哥，他有自己的名字，他叫李俊勇。谢谢各位，拜拜，小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小齐说归说，闹归闹，最后一句话非常打动我，是吧？就是每一个劳动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。所以，小齐，我要正式的告诉你，让我们谢谢梁志明。梁志明，对，小齐的名字叫梁志明。哎，小齐，来，哇，这个好吃，尝尝啊，这个也好吃。哦，谢谢。这些你都拿回去尝一尝。哦，这太多了，这么多零食，跟你想的太全面了，怪不得说就饿了就去接杨迪。没有，我只是把别人用来犯傻的时间，我用来撒饭了。我还有更全面的啊！我不信，谁能比你更全面呢？当然是他呀！我给我外甥外甥女儿准备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，升级了 HMO 组合专利，9维营养全覆盖，你就说它够不够全面吧？啊，够！我给我外甥也带一罐，喝飞鹤卓瑞，一起变全面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跟我刚刚不说了吗？够了。下面要上的人也有名字，叫刘畊宏。一说到刘畊宏，大家都说22年跳操，我们在直播间跳操，就因为那个跳操涨粉1000万，是吧？当时用的歌《本草纲目》，以至于最后的后遗症是，现在很多人听不了那歌，一听就腿疼，是吧？3月24号，周杰伦发新专辑了，畊宏，你不要再跳他的歌了，你能不能让我们安安静静的听听他的歌？掌声欢迎周杰伦的周边刘畊宏。大家好，我是刘畊宏。很少穿这么多跟大家见面。现在，对，脱掉是吧？脱掉之前你先要热起来。来，音乐放一下，男孩女孩们一起暖起来，跳起来，来，一起站起来好不好？全体一起起立一下。你要干什么？真的吗？对，把手借给我，坐这么久该动一动了。对，男孩女孩们往上，对，很好。来，嘉宾们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可以，1、2、3、4。来，我们电子操准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起来，腿再下，很好，乌兰，1、2，加油，毛豆，可以，再踢起来，1、哎呀我2、为什么啊3、好累5、6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起来，腿再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可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可以，再踢起来，班级老师，快点，对，来做节目了，对，好，哦，够了。好了，OK，先坐下。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这时候停下来的时候，这边看到呼兰已经在喘了，然后毛豆已经在擦汗了。如果要解锁完整的跳操动作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好吗？首先要跟大家道歉，听说有段时间呢，张老师到处炫耀他的健身痕迹，要别人去摸他的腹肌。对不起，
他是我练的，让大家不方便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其实我没有想到，我帮他练掉了脂肪肝，也帮他练掉了羞耻心。早安，在座的只有他来过我的直播间，好不好？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人非常好，但体力很差。之前呢，我听他的麒麟呢，就认为他的个性应该是谁都不服。那一跳操呢，感觉谁都得服。啊，不服他就不行了。那我老婆呢 ，Vivi 还很贴心跟他说，这个地上是可以躺的哦。那我们其实都很担心啊，害怕呢这个把一个说唱歌手真给跳进了 underground。早知道我当时候应该跳操，不要再放《本草纲目》了，我应该放《算什么男人》。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早安，加油 ，OK， 加油，你可以的。我最近呢，听说一件事情，杨迪进入到运动界了，我非常替他感到开心。刚才在后台呢，我还去跟他打了声招呼，发现他真的很敬业，他把斜方都练得很诙谐。他斜方肌哈，这个像可能穿了一下这个垫肩，大家可能没看出来，他斜方肌是从，哎呦呦，从耳朵你看见没有，一直连接到肩膀。他这个呢，整个身体呈流线型，看起来很滑。你是想要练成流线滑子？老奸巨猾。宋小宝老师，再次见到他非常的开心，我很喜欢你的幽默，黑色幽默。其实我都不敢让我的孩子呢多看你的小品，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模仿东北话。你知道这可爱的小泡芙，他突然不叫爸爸妈妈，他叫爹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真受不了！这个我好不习惯，好严肃，好陌生，好让爸比伤心哦。鸡排哥，你好，我们两个有很多相似之处，都是突然火了，都是话很多，都是靠肌肉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可以搞一个联名啊、大家可以跟着我练操，练完之后吃鸡排，吃完再接着练。其实店名我已经都想好了，就叫做永动机啊。吃完你的，练我的 ，OK。我们还可以找个代言人，就跟我朋友一个很像的那个何广智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店里还可以用海天金标蚝油，肉类空调好搭档。蚝味浓，鲜味浓，吃完跟练刘畊宏。所以其实健身呢，一直是我自己非常热爱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也可以说是娱乐圈第一批开始健身的人。在那个时候呢，男艺人大概都是白白瘦瘦的，就像早安一样。所以我练肌肉可以说是非常的叛逆，违背时代的潮流。我出唱片的时候，公司跟我说，你现在这个肌肉绝对不能够再练了。词曲创作人就是要有瘦弱的才有文艺气质。你这看起来吃得很饱哎。你想想看，方文山要是一身肌肉，大家能相信《东风破》是他写的吗？都认为那个东风是他破的。反正呢，在当时那个娱乐圈，如果你是想要玩夜店的，你就会到另外一个朋友圈；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健康的呢，你就会来到我这个圈子哈。我会常常组织，比如带大家一起去健身、爬山、打球、踢毽子。重点是，有时候他们的家属也会一起来，所以我知道很多料。但我都没有说，我是守口如瓶的哈，你们千万不要逼我，因为我是很容易招供的。我进娱乐圈几十年了，主持、演戏、歌唱我都做，但是呢，大家好像觉得不温不火的，没有想到，因为我自己多年的健身爱好，却被大家看到。那既然都说看到了，是不是要看一下？
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哎呀！算了，腹肌就算了，我不是张绍刚。今天这个主题啊，是等风来，再乘风起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是真的很有感悟。我最火的时候，我一天就涨1000万的粉丝。当时很多人找我带货，我都拒绝了，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不是流量来了，是责任来了，所以我要更专注的去陪伴大家。现在呢，我的流量掉了，但是我还是保持一个平常心，我没有很伤心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毕竟呢，我也不希望大家一直守在手机前嘛。我还是希望大家生活能够回归正轨。那天我老婆听我这么说，她也很感动的跟我讲说，会不会大家还是守在手机前，只是没有守在你的直播间？朋友们，有机会回来看看我，不跟着我跳操也没关系，可以跟着我老婆，她开始带货了，放心，只买不累的 ，OK？ 其实我自己是真的很享受健身，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因为我觉得啊，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。我相信天将降大任于刘畊宏也，必先苦大家心志，劳大家筋骨，防大家宵夜，断周杰伦奶茶。好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好不好？男女孩们一起健身，跳起来 ，Let's go， yeah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刘畊宏。怎么样，一直如一是不是？张老师的好像反弹了。我确实，我和畊宏当时一块儿参加了畊宏做主理人的一个健身节目，在我当时的教练的陪伴下，我确实通过一个节目60天的时间，减掉了50斤，并且练出来一身壮硕的肌肉，但是我不想现在早就没有了。关键是我想说的，畊宏刚才这段表演挺好的。但是我们节目到了收官这一期有些变质了，这怎么又脱衣服来了，然后又跟这儿耶，然后还跳，关键还有一帮人跟着他跳，还带麦克，最后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直播间，你干啥来的，刘畊宏？我来宣传。再次感谢畊宏的表演，身材是好，我俩一班大。小慧，你收拾一下你的表情。对，我俩是同年的啊，我俩一班大。真的？看不出来，就对，因为我是，阳光可爱型的嘛。马上，不说我，马上要上场的，我喜欢的宋小宝宝哥。来，我们呼应一下，宋小宝最火的那句“海燕儿啊”。看，这就叫国民度，而且这句话是在他紧张忘词了之后，人家现挂的，结果爆火。所以，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宋小宝的幽默和吐槽能力，我们没有给他写稿。有请记性差、即兴好的宋小宝。端个水杯上来。好帅啊！都不好意思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刚才把我吐槽成那样了，你们还说我帅，我都有点不敢相信。现在
谁说成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。我们说是真的，是吧？OK， 你们这么坚持说我帅，那我就信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宋小宝。这个节目呢叫主咖，我一听说这个名叫主咖，我才来的。为啥呢？因为我是咖啡。这个节目叫主咖，听我咖啡来叭叭，给你们逗的笑哈哈，祝你们新的一年发发发啊！先整一个4、6、8句儿。其实呢，宝哥每次上台我都特别开心。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想到我自己能有今天。其实成名之前，我也干过很多职业，服务行业我也干过，跟鸡排哥比不了。他那小嘴叭叭的，哎呦我的妈！我可没他那胆儿去教育顾客啊！我跟你说实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吃什么不重要，只要你心情好，吃什么都好吃。”我没他那胆儿。我唯一一次教育顾客，是我义正言辞地跟他说：“大哥，告诉你哦，打人别打脸哦。”我就不信了，你要心情好，说吃什么都好吃。你心情再好，给你俩大嘴巴子，你吃东西还能好吃吗？宝哥是怎么走上这个艺术这条路呢？19岁那年我们村那时候来了一个演出的一个剧团，当时那个团长呢叫焦小龙。他说：“你想跟我学二人转吗？”我当时不愿意跟他学二人转，但是后来也就学了。他就是成了我第一个的过门师傅，叫焦小龙。去年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：“师傅，你敢想我有今天吗？”啊，我说我成东北的王嘉尔了。我师傅当时就懵了：“你上一边去，东北王不张作霖吗？”哎呀，最开始学二人转的时候，我心里不太爱接受，因为感觉二人转丢人。那时候，因为宝哥当时也是十里八村的文艺青年，可忧郁了。你们别不信，如果当初你们长成我这样哈，你们都容易抑郁。我跟你说实话。但是呢，我爸非得送我去学二人转，他说：“儿子，学吧，你不学，你说你能干啥？又黑又矮又矬。”我说：“爸，咋了？又黑又矮又矬，就不能干大事业了？那咱老宋也出过人才呀，那宋江还又黑又矮又矬呢。”我爸说：“那后来不也投降了吗？”当时二人转也不好干，那个时候素质没有你们这么高，坐在台下的所有人，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第一次上台演出，那站，什么玩意儿？下呀！我说：“哎，你等会儿呢，你别的，大哥，我倒理解你，是不是？你别瞧不起二人转，最起码它也是个艺术的瑰宝啊！都谁瞧不起二人转了？我瞧不起你。我说瞧不起我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”潜台词那些当时不敢跟人这么对着干。其实那个时候成名之前，过得很不如意，兜里头也没啥钱。连2块钱烤地瓜都买不起，于是我就总上那个地瓜摊儿、烤地瓜摊儿去等，就问人家：“哎，哥们儿，有没有烤糊的？卖我一个呗。”给那哥们儿问的直毛愣啊！他哥们儿，你这是真怪哈！专挑跟你一个肤色的吃，是不是？你看龚宏哥今年就50了，人长得多年轻，是吧？肌肉块儿线条。刚才我都很担心你哥全脱了，我特别担心你。真的，我都不担心别的，我就怕鸡排哥一瞅你那时候回起锅烧油了，是吧？就把你搞里头了。上分了。杰伦哥演唱会哈，龚宏哥去了30多场，也真是厉害。作为嘉宾，你看不唱歌，只跳操，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迈开腿。我相信杰伦哥对他的要求是管住嘴。而且龚宏哥没有必要就非得上演唱会去蹭，这不现成的在这呢吗？以后你可以跟我混一混 ，Follow me， Feel me like Babylon。
以后你跟我混一混，跟我混一混，对不对？你们别笑啊、你们回去仔细品，你们就会发现，宝哥的舞姿就像优酸乳嚼柠檬似的，一口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酸爽；第二口有料，第三口上头了，差点忘了还上了心呐。雪橙版和红心苹果版，边喝边嚼，更上头啦！跟红哥跳操的时候，你就总是喊腰间的赘肉咔咔掉，人鱼马甲线我也想要。你怎么还跟早安学上了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也是个 rapper！ 哎呀妈呀 ，rapper！ 听说呼兰也是个 rapper， 他是个 rapper， 那我也是个 rapper。你看啊，哟 check now。主咖就是一场喜剧 party， 这里是小宝 AKA Little Baby BABY， 问我来自哪个厂牌？来自东北6个大舞台。我的 flow 那么早安打败，说唱还得是黑的人来。人家是专业的，我特意现场去看过他，他唱的叫音乐剧。东楼，你们有没有看过的？啊，有几个看过哈。当时我看着都恍惚了，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唱一会儿又停，停又唱一会儿，那帮人在台上呼呼啦啦呼啦，我以为俺们东北二人转拉场戏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！那当时观众气氛不太热烈，我说实话，但是早安特别卖力气。当时我就想，哎，他那么卖力气，怎么没有大哥往上扔钱扔啤酒呢？那跟我当年不一样，他是只有一口气，一定开天门。我也有一口气，一口吹了6瓶。喝完走道直晃悠啊！早安的声音大，是因为他行得正。那天我声音挺大，但我咋行也行不正。早安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就观众这一块啊。我比你看到过的、听到过的、没看到过的、没听到过的、听到过的、没看到过的、没看到过的、又听到、听到过的、没看到那些花里胡哨的加在一起还要顶。我觉得说快了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其实我以后我想挑战一个，我用东北的弹舌挑战一下，看谁快。哎呀，这场还有杨迪。宝哥，老搭档、老朋友了，真的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俩只会扮丑。”啥话呀？真的？还说杨迪啊，谁红跟谁玩，净扯淡！我这么黑，他不也照样跟我玩吗？他不挑色儿。说我俩扮丑，我就除了扮丑，我还会扮王嘉尔呢。那跟他能一样吗？这杨迪呀，不是扮丑。我见杨迪第一面的时候，哎呦，我就马上就有很强烈的危机感。哎呦，你看我这个形象就够招笑的了。在我这扮丑这条赛道上，老天爷是赏饭吃。但我一看杨迪这张脸呢，老天爷赏的是自助餐。我跟你说，不光撞型了，还撞名了。我是小宝，杨迪是小撒，我是枪主小撒。我是江主小撒，改一改吧。我是江主小撒瓜。我吓一跳。没事，接着吧，就那一个字儿，就是接着吧，为了节目效果，弟弟。今天呢，主题是等风来，再乘风起。机器人呢，是现在这个时代的风口，但是机器人也别蹬鼻子上脸。给宝哥整急眼了，我就让鸡掰哥把他给炸了，他炸鸡可老厉害了。机器人呢，能炸鸡排，能说唱，能跳操，能演小品，能上综艺，
但他真的没有办法拥有我们那些复杂的感受。从当初的籍籍无名走到今天，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起风了，咱就乘风起，风停了，咱就自己吹风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宋小宝。来，再次掌声送给宋小宝。宝哥，你小时候真的是文艺青年？是啊，我觉得是肤色耽误了你，真的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，宝哥，我的问题，我刻板印象了，我肤浅了。整季最后一个表演，我们把这个重担交给优秀的脱口秀演员，掌声欢迎小慧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小慧。我呢，很不开心参加主咖最后一期录制，因为这节目我一共来了3次，每次都是急活儿，每次都是那种昨天通知今天彩排明天就要录制的，就其他的人都是提前2个月就开始约档期啊，聊内容啊，就给我2天，根本就不给我时间就拉扯一下。我拉扯过一次啊，我说每次急活才找我，拿我当什么人了？第2天我又问老师咱什么时候录制，他们说已经录完了。工作不好找，现在，哎呀，急活虽然讨厌，好过没活。你都不敢想，这一个豆瓣都不敢开分的综艺，还能有我这种应急替补选手？哎呦，这谁能想到？而且这个活是怎么变急的？来，我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啊。应该是2个月前策划的时候就把这些红人们定下来了。一汇报，老板说：“哎，脱口秀节目怎么能没有脱口秀新人呢？”哎，给小齐喊来了。又一汇报，老板说：“哎，机器人这么火，怎么没有机器人呢？”给机器人喊来了。临近录制了，突然有人发现，哎，红人、老人、新人、机器人都有了，没有女人。哎，这个我也是刚琢磨明白的，因为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这期的主题是乘风，啊，一个浪姐没找来啊。哎，我看了很多观众的评价，他就说我们节目很多嘉宾的稿子啊都差不多啊，没什么特色。那嘉宾你别看这一季来了50多个人，编剧就那么几个，他们都不是写完你的写你的，他们是没写完你的就得赶紧写你的，写完你的你又不来了啊。王老师、李老师、陆老师、陈老师，其他的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。你们还有一篇稿子在我们手上，抽个空来念一下吧。那来的嘉宾吧，也奇怪，明明在互联网上就是靠那些八卦呀、花边呀出圈的，来这节目成艺术家了啊！可以调侃我的作品，但是不要聊我的感情。你1没作品，2不让聊感情，老师你白拿钱吗？主要是这个节目起的有点高了啊！明人不说暗话，的确一句暗话都没有，说的都是一些场面话。哎，人观众就爱听暗话呀！哎，节目组你们猜一猜，我们是想看一群明星坐在台上对着摄像机聊天，还是想看那种他们在饭局上非正常视角拍摄的聊天呢？现在脱口秀演员也不敢说，你们别看小齐这一季火力全开，口无遮拦，因为他还是个素人。等节目播完，他升咖了以后，你再看吧，他也得在网上云包场支持哥哥姐姐们那些2、3分的电影。今天这期真的最难，来的这些嘉宾可以说是毫无槽点。
啊，鸡排哥刘畊宏，一个怕你吃不好，一个怕你不健康，你还好意思说人家啥啊？哎呀，那早安，名字都这么有礼貌的 rapper， 我也不好太没礼貌。这节目组有点不礼貌啊，根本就没拿你当 rapper。你不知道前面录了一期说唱专场，就没请你。小宝宝哥喜剧前辈了，现在转型当男团了。那你说谁不想看一个162黑皮幽默男的？那杨迪就更别说了，但凡真有什么槽点，一大半的综艺都得下架。这个节目啊，其实应该感谢张绍刚老师，他就是为脱口秀而生的，槽点多还让说。我在网上看啊，张老师上课没有人选，前2排都是空的，张老师站在第3排开始给后面的同学讲课。你就知道在学校真是没人听他说话，只能来录脱口秀。这200多个人必须听他在这扒扒，没扒完就不让你们走。这个节目吧，更得感谢中国足球。没有国足就没有品牌挚友范志毅，调侃了1季足球了。虽然嘴上一直在鞭笞，但他心里想的很可能是，足球一定要好起来，但千万不要比我当年好，不然我就接不着活了。好多观众说节目无聊，所以我也想了一个办法，干脆啊就让机器人当观众，反正很多节目的数据本来也是人家机器人做的，你让人家看看咋了嘛，就让他们感受那种我们看机器人表演的那种难受啊，什么下饭综艺直接变充电综艺，那机器人一边充电一边看节目，还得一边给咱发弹幕呢。哎呀，这个综艺真是太下电了。今天还特意请来了一位，哎呀，这个人一顿吐槽，他还不能反击，我都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欺负机器人了？他们说趁能欺负赶紧欺负吧，以后指不定怎么欺负我们呢。哎，这位机器人老师，请你记住，今天吐槽你的人叫呼兰、小齐、毛豆，我赵小慧永远支持你们。有没有感觉出来这一期节目其实啊，大家只敢吐槽机器人和张绍刚，但是很快也不敢吐槽机器人了，因为人家发展越来越快了。可是张老师会越来越老，也越来越好欺负。谢谢张老师，我赵小慧永远欺负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收工了。我喜欢小慧给做的这段表演，因为特别像我们这季节目的收尾。虽然他说永远要欺负我，而且是实名，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、挺直了腰板的说要欺负我，但是其实我听着还蛮感动的。爱你。其实像我们这样的节目，我们不需要说谁欺负谁。如果所有的艺人朋友在这样的平台都能够敞开心扉，毫无顾忌地谈他的作品，谈他的生活，我相信大家会开心，而他们也会开心。没试过怎么知道自己不开心呢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吧。按照惯例，还要选出本期节目最后的一位 Talking。喜欢谁就投给谁，我们的品牌挚友范志毅老师还是一样的不参评。来，投。究竟本场谁会获得 Talking？
看大屏幕。谢谢何老师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海天蚝油，鲜蚝，Tao King 真材实料，恭喜毛豆获得本场 Tao King， 也请豪豪为 Tao King 颁奖。你好，他能看着我，他眼睛哪了？你来我在哪？我在这儿抱一下，我要抱一下，咱俩可抱。好了，别给你蚝油挤出来了。谢谢豪豪，来 Tao King 感言。哎呦，我先替节目组感谢一下张绍刚老师，他非常不容易。张绍刚老师真的，我从第一次看吐槽我就记得有个弹幕要众筹打张老师。这么多年了，不知道他得找多少人打你，非常不容易，非常感谢老师给很多槽点，包括很多老师。什么叫我给很多？重说非常感谢这个接近完美的人。然后是我也是第一次录这个，我很紧张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大哥，再次感谢毛豆。我们今天呢，既然是本季的最后一期，所以除了 Tao King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豪豪在这季的付出，不仅给我们送来了节目，还为我们送来了10次的奖杯。恭喜豪豪获得主咖蚝油奖，让我们欢迎本场唯一的大王呼兰来为豪豪颁发这个奖项。来，好，辛苦了。好的，谢谢豪豪。当然，在这里面我们也要感谢优酸乳嚼柠檬、天猫和飞鹤卓瑞的支持。再次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客户们，谢谢大家。而且我们也请我们所有的嘉宾张老师，我先打断一下，好，我打断一下，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？马年是马年，数字是哪一年？2026嘛。2026年。对。你是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开始说的脱口秀吗？2016年，对。已经说了10年。10年脱口秀。谢谢张老师对我们10年的陪伴。刚才张老师说特别喜欢小慧的那个结尾，但是那还不是这季的结尾。我们没有通知张老师的情况下，又给张老师又准备另外一个结尾，好吧，小七。不会。音乐。张老师您好，这10年是脱口秀行业飞速发展的10年，有高峰，有低谷，非常感谢您在低谷时愿意陪伴我们一起度过，也非常感谢您不怪我们在脱口秀高峰时对您的遗忘。张老师，我真的特别欣赏您这些年在节目的定位。你可能永远都不是第一选择，但你永远是我们在没有选择时候的最好选择。在考虑主持人人选的时候，我们总会加一句：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找张绍刚。张绍刚，我们节目最坚强的后盾。我们估算。您从2016年开始被吐槽超1000次，就本期节目您被提及的次数来看，其实您才是真正的主咖。每当有写不下去段子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：“要不用张老师收一下。”感谢您成为我们黔驴技穷的证明，也感谢您成为脱口秀最后的大帝。是的，可能有时候部分观众觉得您有些讨厌，但只有我们知道，这都是您为了节目效果努力做出的表演。
也只有我们知道，您在私底下和台上绝对是一模一样。时间很长，我们共同见证了您年岁从43变成了53。10年又很短，你好像第一次见面起就一直是那白白胖胖的样子。下一个10年，我们也一定要继续见面。再来，对，下一个。下次能找个上过大学的吗？有阅读障碍，从来不用计时器。最后，我们想说，您就是主咖最好的主持人，也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。下一季再见。如果有下一季的话。最后这个信上写，请呼兰代替大家给张老师一个爱的抱抱。谢谢张老师。我要抱。再次感谢，再次感谢。有请吐槽队长张绍刚。吐槽是门手艺，笑对需要勇气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绍刚，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。吐槽节目的主持人不是谁都能当，吐槽是脱口秀的一种表现形式。老师，老师别扯别的，因为主持其他节目，我肯定是会垮掉的。全国首档最权威的脱口秀高手的对战节目，让你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。吐槽是一种年轻的沟通方式。我就是传奇主持人张绍刚，我要逆风翻盘。没想到吧，我们还在。Oh my god！ 今天你算来对地方，过分了。各个文化圈，新年快乐！由我一个人主持，正式开始。有几年没有脱口秀去哪里会是强跑？脱口秀还在，10几个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依然是我。我们这是一个全新的草台班子，在我们娱乐圈不值一提，嘴是真硬。我愿意当个绿叶。春晚的常客，主持人小张，我是永远的主持人张绍刚，欢迎各位。再次感谢，再次感谢。很意外，因为主持人不应该在这个舞台上被人注意，因为好的主持人应该他永远是绿叶，把最好的舞台呈现给嘉宾，呈现给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们，能够成为他们的素材，是我的荣幸。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持续成为脱口秀演员们的素材。感谢大家让我成为你们的素材，同时我也愿意继续在这个舞台上，在你们需要我的时候，在你们身边，永远做绿叶。希望你们的花朵。这边绿叶生气了。谁管他？现在是我的荣耀时刻。当然了，还有人在打断。既然已经打断成这样了，来。请我们所有的嘉宾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张老师，我们请小齐为张老师颁发脱口秀金话筒奖。来哦！感谢您真诚的付出。上面写到了张绍刚，我跟你说，金话筒奖。第一是要谢谢小齐，第二，你们真的是个脱口秀节目，知道拿不了真正的金话筒，就给我发个脱口秀金话筒。再次感谢脱口秀给我的金话筒，我就是脱口秀永远的主持人，谢谢大家。
同时，我们也请我们本季最后一期的所有嘉宾来到台上。其实今天我们这主题，我上来就说好像有点文绉绉的，叫“等风来，再乘风起”。其实是我们的心里话。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一个时间节点，因为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，你可能在蛰伏、在蓄力，等待一个即将到来的机会。也许你刚好在等风来，但记得永远要相信自己，随时做好准备。风来之时，便是我们振翅高空之日。所以不要放弃任何的时刻。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刻，大家手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纸飞机？有。来吧，所有人，我们不说将来，不讲以后，现在就要乘风而起，放飞你们的纸飞机吧！感谢所有观众朋友这一期的陪伴，非常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路走过了17，感谢所有来过我们的嘉宾。我们一直在自嘲节目没有主咖，但是其实，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放下防备，一起互相调侃、吐槽，有这样的喜剧精神的你们，每一位都是我们的主咖。同时也要感谢所有还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，我们会一直请你们，一直呼唤你们，直到你们来为止。这怎么还有人扒拉人？如果你们愿意，我们节目才有第2季的机会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认真的感谢一下节目幕后的编剧朋友们，总编剧程璐，飞行总编剧小罗、放放、小马、陈小静、Jerry、6件套、袅袅、3D， 以及饼干、菜菜、川池、陈火腿、昌叔、多多、大火手、蛋卷、2维码、高寒、盒子、航哥、火锅、何广智、火火、好梦、何鞋子，还有鱼、侯志远、鸡翅、姜子浩、卡卡、柳风尘、老蒋、李梦洁、李文、李阳、陆子野、梦涵、Party、齐明、裘晓峰、乔毅、Seven、孙书恒、孙喜、唐突、甜甜、吴豪、吴星辰、王大刀、王颖、万依林、王子涵、小何、小黑、秀琴、小四爷、喜树、小朱、张浩哲、周新宇、赵越、赵有成、粽子，各位编剧老师，别的不敢保证，结尾一定要署名。还想看到哪些狠角色来到主咖和的朋友们，关注效果公众号小程序许愿，可能他们还有来的机会，并且还有更多的演出等着大家。场上没吐完，后台更精彩，别走开，后面有彩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再次感谢各位，有可能的话，我们下季再见。这歌是哈哈写的，这比那哪那个沉好多呀！这啥的呀？这铁的呀？感觉是铁的。机会一定是给有准备的人。鸡排哥他一定不是第一天炸鸡排，然后有一天他的劳动被大家发现，所以不是风口，是机会。我没有时间的，你们理解一下。我4点半以后不接散客的。一个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，你刚好赶上了这个发展最快速、最野蛮生长的这个时间。乘风而起，就是前提是你还是有一定能起飞的功力才行。风怎么说呢？我可以理解为所有粉丝朋友们，你的机会，你有你的核心的价值，你只要坚持了，那有一天风起的时候，它能够展翅高飞。我其实希望最后我是带给大家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我就是一个全民健身推广健康生活方式。
嘴角向上扬，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业，加油！我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爱，在节目的里面，如果你得到很多的欢乐，也希望你能把欢乐分享给众人。就我们继续讲出来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新的这种喜剧形式，反正逗你们开心是我们工作目的。我觉得观众这挺好的，多点人看就好了。谢谢这个节目敢找我，然后感谢所有的被我吐槽过的嘉宾。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马年吉祥，马到成功，马上暴富，一马当先。祝愿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，风风火火。这一季坚守在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确实辛苦你们了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非常感谢。下一季我没啥展望，让节目组自己展望吧。反正我们下一个节目、下个节目到时候再见呗。线上线下啊，全国各地无一幸免。你知道你今天是主持人对吧？哦，我是主持人是吧？对，你先啊，那行吧。坐哪儿？坐这边。好嘞，来过。我之前主持过一回苏醒那回，范老师就是柠檬也能嚼。哎，小七说啥呢？等你呢。咋弄？怎么提问你？想控制你，怕你失控。不是，你也拿了提问的啊？我也拿了提问的。你也是主持人，然后我来了。你做主持人吗？为啥呢？不，他们跟我说我是主持人，我不是说非想当。我从来不被人提问，既然你当主持人，我不就结束呗？这不就不用弄了，咱走呗。走吧，那太好了，走吧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到底是那个啥意思？这个什么状况？好了，两位不要再吵了。稍微休息一下，我才是这一趴真正的主持人啊！都有手卡啊！对啊，嘿，真假主持人，哎呀，那怎么说呢？美猴王的，哎呀，他们给我说我的手卡是真的啊，我这有个真字。这还有这么综艺呢？现在开始玩真人秀了的啊！我这写着假啊，这是假。你有字吗？我是假，假的。好，行，因为我这真的，你们两个的这个手卡是假的，那就我来了，好不好？哦呦，好。两位请坐。不，你坐中间，中间。不，我这是访问位，你坐中间。你左右两边看，一个问题。来吧。你坐。哎，我是主持人，哎，我要是主持人，在我这儿。你就被问了啊，就这样了哈，欢迎两位。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。欢迎来到优酸乳嚼柠檬带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啊，因为我是这个环节的嘴替，我是这个环节真正的主持人，就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们。有些是网友想问的，又是节目组想问的。是哦，你的词儿都背下来了是吧？绝对不是我想问的，对，因为我对你们两位并不好奇，看得出来。主要是节目组和网友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们，所以就帮我们解答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行，那我就开始提问了啊，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的收官之作了嘛哈，每个人给节目组留一句话，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？留一句话，对，名人脱口秀随叫随到。哎呦，名人不说暗话，名人不说暗话。啊，我其实还愿意讲，要官方一点，真想讲，我还挺想感谢节目组，就是，我就觉得真敢播哈，对，不知道，对，真敢播，也不拦我，愿意找我，然后就是我感觉有点互相这个帮助的一个意思。我觉得小七值得被捧，值得被捧，就每一期他这个表演是很自然，对，他也很客气。就尺度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哈，对，反正就在边缘游走，很多时候。对，我就深一脚浅一脚，也挺厉害的，害怕就哪一脚没踩好，是吧？永远把它秉持像最后一次录制一样那种说法。还有一些网友很想问你们的关于个人的一些问题啊，那我先从小齐开始，好吧？好嘞，这比较犀利一点了啊，你问吧，我绝对不是我问的，我也刚拿到，我就很震撼啊。
你什么时候能够不靠这个中专人设写稿啊？等我考上大学吧。这好容易有个人设，不得用一用嘛？咱确实中专也没撒谎，也是。对，那接下来录了这么多期，吐槽哪个人的稿子你写的最爽？真的可以说吗？真的可以。艾弗杰尼，3位就是那3位嘛，就是艾弗杰尼老师，然后向佐老师、胡一星老师，我是觉得写就越写越有激情。怎么会这么有激情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身上跟我身上有完全的反差的东西啊。就比如说他是天才，我是一个偏笨一点的人，就比如胡一星老师。然后那个向佐老师的家境很好，我是家境比较贫寒那种。然后艾弗杰尼装我不装，还没结束，比较跟我有完全身份反差的，所以比较从我的角度好写一点。那你觉得这个节目的品牌挚友是你还是范老师？当然是范老师，我这开玩笑是。为什么一直反复说这个问题是范老师问的？范老师，这个问题是那我怎么能跟品牌抢朋友呢？对吧？咱就是嫉妒范老师，就是纯嫉妒。对。那接下来问范老师了哈，范老师觉得自己是脱口秀天赋型选手吗？不是的。但是范老师讲的时候，你那种松弛感拉满了。不是，我也是学习他们。学习。因为每一行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你在看他们说的这个时候，他所有的这个气口点是很重要的。华老师，您给这个节目增添了很多色彩，我是觉得这个我好像把这个节目有时候会弄乱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由于自己的这种唐突啊，这节目都产生了一种什么？脱口秀节目已经产生了互动。觉得你那个色彩给的挺好，就是你显示了张绍刚老师的主持水平。要不然他那个水平，他正在用，对，没地方可使。你就看那些大主持人，他厉害都是那种神级救场。但那不得有人闯祸才有神经？所以说他拿了终身成就奖。终身成就奖，我觉得这个军功章有你一半。挺好的，就是讲到谁的时候稍微打个点也挺好的。现在反正麦不给我们开了，就怕互动的太。第1、第2期还让我讲话，从3、4、5、6到今天，我硬讲的，我站起来了，我喊了，我没办法。听到了，他不让我说话。您猜为什么不让您说话？心中没数吗？我懂。对，因为范老师的品味应该跟我差不多，喜欢那种。直球大力射门，所以就给接下来要来的嘉宾提个醒，就是我们也得火力全开一点，是不是？我是觉得就是来这儿就得需要有那种稍微温情一点，有那种清醒一点的，有那种像我这种粗糙一点、猛一点。我觉得这整个一盘菜它好吃。我觉得如果全是我这种没素质的，这个节目很快就会完掉。我是觉得就是，主要是我占便宜，因为我是。就跟足球似的，我是最后大力射门那个，但前面好多人什么盘带、什么抢球啥的，什么防守啥那些都人做好了。我有一射门，可能镜头就在我这儿了。战术需求，对我只是适合射门而已，但不是这个球队的灵魂，不一定是我。反正，在品牌挚友心中，你就是那个主咖，是有你才成立啊。我的心就很好，你跟着挚友走就行了。好，挺好。因为范老师整季是我们的品牌挚友，如果第2季再邀请您还想当什么？我想当导演，就是干活，因为毕竟53个嘉宾嘛，来来回这个吐槽，我就觉得很多时候，不是对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些看法，只不过是这个一个节目通过这样一种脱口秀的形式，把曾经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，通过一个点来介绍。那最后了，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？可以说一说。一切都好，身体最重要。感谢你们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我也谢谢观众朋友对搞笑朋友的包容，因为就是每个发自内心想让你们笑的人都不会存在坏心眼的，所以说看我们节目就是带着开心来，也含着笑意去，这是最好的一个安排。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老说我为了搞笑刻意扮丑，我枪足小帅还需要刻意吗？哎，优酸乳嚼柠檬，哇，这味道可以啊！优酸乳嚼柠檬，真实果皮果肉，嚼不够，只要3口就好喝到上头。新出的雪橙版和红心苹果版，好喝又好嚼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嚼着行，你也试试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，感谢鲜豪鲜熬。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，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，这么全面，这么营养，非鹤专为宝宝着想。感谢
重磅升级、营养更全面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上桌吧主咖。今天是我们这一季节目最后一期了，好多朋友也是第一次说脱口秀，我们的第一次遇到了你们最后一次。只有向优秀的人学习，我才可以变得更加优秀。鸡排我今天回去也要学习炸一下。我们准备了2个比较简单的小环节来跟大家互动一下。第一个环节叫做人生故事瞎掰王，这种游戏杨迪克都是国家队的水平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好差的播音。大家都觉得我东北话口音特别重，但毛豆觉得我普通话特好，一点口音没有。接下来这个游戏叫做谁是贪吃鬼。鸡排哥，如果你在嚼的话，小声点哦。我觉得呼兰很有可能呢。你还吧唧嘴呢？好久没吃了，还在这儿品呢。绝对是鸡排。那不是，我想说的是，你也是小偷，他的又是谁移动的？难道一个人可以移动2个吗？鸡排，你去想。鸡排哥，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移动的，我搞不清楚。像不像话？他想保一个同伙。快速承认，你们当中有一个是小偷。鸡排哥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我控制住，我都不相信，我控制住的。保安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春季换新不用愁，天猫新货啥都有。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天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、久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每周六中午12点来腾讯视频看主咖和他的朋友们爆笑满满，周日惊喜加更上桌吧主咖，更多幕后内容打包享。每周一陪看加更，主咖陪你看，超多内容响不停，周间不定期幕后花絮，惊喜连麦等你发现。他们在我左边吵，在我右边闹，小动画片里那兄弟遥控器找不着。Hey bro， Feel my way peace and love， 人们沟通的方式不用费力巧。那年教室最后一排，或许我们都站。微博进入主咖话题页，选出本期你心中的微博 Talking，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用百度网盘，美好有我全盘掌握。快来水果汤泉，吃喝玩乐聚会超好玩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合作伙伴新浪新闻、立立成传媒、讯飞输入法、知乎、鱼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讲个段子让你笑，心里的词汇变小。我们不一样的门票比较，突然热血流在了不同频道，用真诚换来理智的拥抱，用沟通打破去心里的桥。啦啦啦啦啦。